大家好，我是狼王，欢迎来到狼王带你操美股，一个准到凶残的中短线交易频道。老规矩，点赞、评论、分享本频道给你喜欢炒股的朋友。有空的话，劳烦看完 YouTube 给您推送的广告，并点进广告的连接，就是对狼王频道最大的支持。我们闲话少叙，直接进入一周一次狼王最重要的下周美股行情推演。在这个开头呢，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跟大家说，就是现在美股是处于一个压力位的，而且是高位的压力位，所以不宜加仓，好吧？如果说你真的要去做多的话，也要等回踩再考虑慢慢的把你的仓位给加上去。首先呢，我们还是说一下标普指数，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标普指数现在是吧？一直在稳固的向上进攻，然后在上周的这个行情推演里，其实狼王也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说如果有回踩的机会，仍然是做多的时候，并且呢，在这个4370的这个低点，对吧？这个时候狼王说大家可以进场做多，在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回踩，对吧？4470的这个回踩的时候，狼王也在当日的视频里面提醒大家，这个时候也可以进场去做多。但是呢，现在标普指数已经达到了一个4545点，这个非常高的一个地方了。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一定是不建议在现在就进场去做多了，好吧？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现在这个位置不适合做多。如果说大家是想稳妥一点的话，我建议起码要等它再次的去日线级别的 GMMA 均线组这里做一个二次的 W， 也就是这个地方，是吧？也就是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好吧，给大家画一下4420点左右，好吧？如果说标普真正有机会回踩4420点，在这个位置你去选择一个中线的布局，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现在既然标普在4545点这个位置的话，是不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大仓位的去做多的，因为尤其是现在其实四大指数都在压力位我一会儿再把其他的三大指数也给大家说一下。那如果说你比较着急，是吧？不想让标普指数在这个日线级别的回踩，也就是4420的时候，想短一点就进场去做多标普指数，那什么点位适合呢？老王也告诉你，如果你想短一点，起码也要等一个2小时级别标普指数的回踩。为什么是2小时级别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标普指数从4367到4545的这么一波上涨，它都是只有回踩过一次2小时级别的 GMMA， 也就是说再怎么样，是吧？再怎么样着急，你起码也要等它回踩一下2小时级别的 GMMA， 那是什么的位置呢？大概是这个点位，就是在4500点左右，好吧？也就是说，再怎么着急，如果说你只是想做短线的话我觉得标普如果说它有回踩到4500点的时候，你可以去考虑做一个短线，就是1-2天的交易，或者是日内的交易。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一个短线的建仓位。一个中线的建仓位呢，起码也要等到它回踩这个日线级别的 GMMA， 也就是4420点左右的一个地方。短线的就是4500点，好吧？这是标普指数，就说到这里。除了标普指数现在在高位的压力以外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其实 UVXY 也到了一个短线的小支撑，对吧？狼王之前一直给大家强调，就是说UVXY 不到19到21块钱这个区间之前，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做多标普指数，对吧？我是很明确的，基本上在每一个视频里面都在跟大家强调，我说 UVXY 的第一个支撑的区间大概在19块到21块钱这个区间。那大家我们可以看到 UVXY 现在已经到了19到21块钱的这个区间，并且在上周五的情况下，对吧？它现在没有继续的破新低，所以说 UVXY 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这个整理的一个形态。
但是这个形态现在仍然没有说它就已经完全的形成了，只是形成了一个形态的初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也不建议大家去做空，好吧？我现在的建议仍然是等回踩去做多，而不是现在就进场去做空，因为毕竟我说的是19到21的这个区间嘛，对吧？它现在只是在19到21块钱的这个区间中间，如果你现在去买的话，那要是它跌到19块钱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点位去布局 UVXY 的一个原因，而是希望大家稍微的就是如果你仓位比较重，你可以带移动止盈，你也可以主动减一点如果你仓位比较轻，你就现在看戏，好吧？起码等待标普指数回踩2小时级别或者日线级别的 GMMA， 再考虑是否要小仓位的去进场做多。UVXY 的话，说完 UVXY 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道琼斯指数。那其实说道琼斯指数非常有意思哈，为什么说这个我不建议大家现在去做空呢？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道琼斯指数没有破之前的35631的一个高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说道琼斯指数现在在做一个 M 头是吧？做完 M 头以后再次的回踩日线级别的 GMMA， 因为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现在4大指数里面，标普指数和科技指数的 QQQ 对吧？纳斯达克100都已经是很强势的破了一个新高的，但是道琼斯指数它没有破新高。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3大指数其实是一般都会保持一个平衡的向上进攻的一个节奏。我不让大家现在去进行做空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如果说道琼斯指数它就这么顺势的突破了35631，然后打开了向上的空间以后，那这样空头其实就会非常的被动。好吧，就是说大盘我们不能确定大盘到底会向上还是向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下面的支撑做多，也可以在上面的压力去做空但是如果说道琼斯指数它没有回踩，它就直接的突破了这个35631的这个高点的话，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作为空头就会非常的被动所以说我这个观点就是，现在这个点位不适合大家去做多适合回踩的时候去做多，是吧？但也不适合大家去做空，好吧？道琼斯指数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4大指数里面表现的比较弱。那如果说这一次大盘真的是如狼王的预料，是吧？又一次的出现了一个2%到3%的一个小幅的调整，对吧？就是SP 就是标普指数再次回踩日线级别的 GMMA， 那我其实认为这个时候是布局道指的一个好时机。为什么呢？因为之前 QQQ 和标普指数都涨得比较多了，所以说如果再次的出现回踩，那也就代表着道指的整理的时间已经够了。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道指其实也是在这个区间里面，是吧？已经在这个大一点的区间里面已经整理了蛮长时间了，对吧？35000点到35500点到这个33000点的这个区间，其实道指已经整理了快3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了，对吧？如果说道指再次的出现一波回踩的情况，我个人觉得在接下来的3个月的时间里，可能道指会是那个比较亮眼的仔，好吧？也就是说，如果说大盘在接下来的1到2个星期里出现了回踩，我个人更加的偏好去布局道指，而不是布局科技板块。道琼斯板块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QQQ。QQQ 的话其实也是一样，那大家可以看到是吧？现在是沿着一个1小时级别的 GMMA 均线组一直在往上走的。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这个位置是肯定不适合追高的，对吧？跟那个标普指数还有道琼斯指数的观点是一样。如果说你想去布局QQQ 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在4小时级别的回踩，也就是371.8块
附近去布局纳斯达克100指数，好吧，这个时候是对应着它4小时级别 GMMA 的一个回踩，好吧，再怎么着急的话，也起码要等它一个回踩4小时级别的 GMMA 到372附近啊，才可以考虑小仓位的去布局前期涨幅很多的科技板块的股票啊，毕竟 SQQQ 现在也是在支撑位，好吧，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好嘞，那这是三大指数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罗素。罗素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在之前的几周时间里，其实算是比较亮眼的一个4大指数里面的之一，因为毕竟它之前的盘整的时间已经够多了，并且呢，它也是属于之前跌幅比较多的一个 ETF，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罗素现在已经又一次的回到了这个压力位，对吧？230块钱附近的一个压力位之前罗素已经1、2、3、4次，这是第5次的想去突破250块钱、230块钱的这个压力位。那在这个压力位上，当然是不适合大家进场去做多的，好吧？毕竟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3倍做空罗素，对吧？之前的历史低点是27块2毛6，你也可以看到这个27块2毛6的这个低点，它现在仍然是没有破的，对吧？从3倍做空罗素指数的这个 ETF 里来看，它现在没有跌破这个27块2毛6的一个低点，所以呢，这再次证明了，就是这个点位是一定不适合大家去进场做多了，好吧？因为罗素的话，它现在也在压力位，并且3倍做空罗素现在在这个支撑位这里，是吧？不要在3倍做空罗素的支撑位这里去做多罗素，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我个人的话意见仍然是等罗素回踩这个223.8左右的一个地方，好吧，再去考虑是否要去进场做多，好吧，再怎么着急的话，你也要等它回踩这个223.8之前的颈线的一个支撑，才可以考虑，是吧，继续的去做多罗素板块。说完了罗素板块，最后再说一下代表大科技的这个 ETF FNG 底，好吧？那其实 FNG 底呢，现在在2块1毛6左右的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支撑，好吧？大家可以看到，根据狼王画的这个平行通道，对吧？2块1毛6这个地方，其实也是 FNG 底大科技股的一个支撑的位置，所以说这代表着现在这个点位不建议大家去做多大科技股了，好吧？再次强调一下重点，因为代表大科技股的这个 ETN 反向3倍做空的 FNG 底的 ETN 又一次的到达了支撑的位置，所以这个时候不建议大家去继续的做多 FANG 这种大科技股，持有的朋友一定要带好严格的移动止盈，锁住手里的利润，不要让盈利变成亏损。好嘞，那这就是狼王对于4大指数还有恐慌指数的一个解说。解说完毕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黄金、比特币和原油。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黄金是遇到了狼王所说的这个压力位，对吧？就是周线级别这个平行通道的压力在这个1839左右的一个地方，对吧？也就是一直给大家强调的这个位置以后，它受到这个平行通道的压力，并没有成功的突破，而是出现了一个回踩的动作。我给大家之前设过一个止损位，好吧，1810，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从低位拿到黄金，现在利润跑得比较高的话，你可以再拿一下，一旦跌破了这个，要不把止损再设高一点，好吧，一旦跌破1812，你就选择止损离场，没有跌破1812呢，就继续持有，因为毕竟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仍然是在一个1小时级别的，是吧？1小时级别的 GMMA 均线组这里仍然是有支撑的，对吧？所以说持有的朋友可以继续的持有，跌破1810再选择严格止损的一个操作就比较的舒服。
说完黄金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原油。那原油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是吧？现在受到了平行通道的压力以后，它就出现了一个回踩的动作。那我们可以首先最重要的事情呢，还是找出就是原油现在是顺着一个什么级别的 GMMA 均线组在往上走的。那这么看的话，好像应该是在这个4小时级别的 GMMA。所以说持有原油的朋友呢，那你就以4小时级别的 GMMA 均线组来做一个止损。一旦跌破了67块5毛，好吧，原油就可以选择一个短线的止损离场。没有跌破67块5毛，你的多头是可以继续持有的，好吧？这是狼王对于原油的一个观点。说完原油以后，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比特币。比特币现在是成功的突破了这个5万块钱的压力位，非常的强势，对吧？那你问狼王的意见是什么呢？我肯定是不建议大家去追高的，好吧？简单点说，就是我个人的话是不建议大家进行比特币的追高。如果说它在下周，如果说你是比特币的死多头，对吧？那也不能这么说死多头吧，这个称号不太好。就是如果说你是比特币的坚定信仰者，那你再怎么样也要等下周，如果有机会比特币去回踩这个周线级别的支撑，大概在5万块钱左右，好吧，你可以逢低的去做多。那我个人的话，其实我对比特币一直是不太有信仰的，所以说我仅仅对于比特币只是做短线的操作，好吧。那如果说你非常想去做多比特币的话，也可以考虑下周如果比特币有回踩5万块钱左右的时候，可以小仓位的去尝试。一旦跌破了4万8千块，那也一定要严格的止损离场。好吧，我个人的话再次给大家强调，我觉得比特币这一波反弹有点凶不要追的这么的急。好嘞，那这就是今天的狼王4大指数的一个推演。总结一下，就是现在4大指数都在高位，一定不要着急的去追进场去做多，再怎么样也要跌到狼王所说的这个回撤的第一个目标位。标普指数的话就是2小时级别的支撑最好还是等标普指数回踩日线级别的 GMMA 再进行一个进场的操作。做空的话不建议大家现在进场做空，因为毕竟其实像罗素和道琼斯板块的话，现在离之前的这个历史高位都比较的近。如果说他们就真的是顺势着做了一波突破那个时候空头也会死得比较惨。所以说我现在的观点呢，就是大家还是继续的静观其变，好吧？等回踩的时候再进场去做多，会对大家的筹码才是最稳妥的一种操作的方法，对吧？狼王一直给大家强调，其实做炒股票嘛，如果说尤其是对于一般的普通投资者，这个机会并不是每天都有的，对吧？尤其是一般的普通投资者，你都是中长线的一个操作。中长线的操作，其实我跟大家就是讲实话，中长线的操作1年可能就会不会超过10次的机会，好吧？中长线的机会可能1个月出现1次，或者甚至2-3个月的时候才会出现1次，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耐心的等待，达到了这个日线级别的 GMMA 的回踩或者周线级别 GMMA 的回踩的时候，你那个时候选择进场做多，这才是一个中长线投资者应该有的一个态度，而不是想着每天就要把钱花出去。每天都要把钱花出去的，要么就是最差劲的韭菜，要么就是最厉害的高手，好吧？只有高手才会可以考虑每天去从事一个日内的交易。当然我相信如果你要是真的非常厉害的高手，你也不用看狼王的频道，对吧？所以说我建议就是普通的投资者的话，还是保持一个耐心，等待回踩的时候再去做多。钱都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挣的，对吧？你肯定要等到一个最好的点位再考虑去进场去做多。你要是在这个不是很好的点位，这么高的位置进场去做多，赔了钱是吧？也是对不起自己的辛勤的劳动，好吧？那今天的废话也说了不少，简单点就说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收看狼王的节目，祝大家下周交易顺利。
我们明天的盘前个股快播再见。